台湾人应该有70-80年没有真的听过，就是真的敌人来了防空警报。本次火箭军如果有打实弹打到东部外海的话，可能会让人民直接感受到，就民航交通上面也是第一次亲身有感受到这个中共军事威胁的一次。大部分人呢，获取这个军事演习的资讯呢，都是从新闻媒体或者是文字报道来取得，其实有非常多可以杜撰甚至是假消息、资讯操弄的一个空间。透过地理定位呢，我们就可以更加的明白，破除社会的一些恐慌。新闻是表象，我们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军演，这个正义使命2025。那这个是共军呢在12月29号早上所宣布的这个军演。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张图。那这张图是这个29号的时候，东部战区远火部队它在闽东，也就是福建的东部沿海呢，它的地理定位。但是呢，我们先不管远火的部分，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右边的这一张，就是比较偏右侧台湾。那我们看一下这次演习的管制区域。这次的演习的管制区域其实有一个亮点，就是过往没有出现过的。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红色的区域，还有黄色的区域。那红色的区域呢，就是东部战区有公布的演习的区域。那黄色区域呢，是只有海事局。这次公布演习区域的有2个单位，一个是东部战区，一个是福建海事局。那红色的部分呢，是东部战区和福建海事局都有公布的区域。那福建海事局呢，其实比东部战区多公布了2个区域，就是这2块黄色，一个在澎湖的偏西北侧这边，一个在台湾北部外海，等于几乎是正北的地方，那是这2个演习区的中间。OK， 那这个是过往不曾出现的现象啊。那红色区域这个毋庸置疑，这个就是东部战区这个解放军演习的范围。那黄色区域呢，是海事局它所公布的，但是东部战区没有公布。那只有一个可能性，就是执法单位，也就是海警。那中国海警它是划分在这个武警部队底下的一个海上执法力量。那我们都知道，在去年的时候呢，其实他们就有，就是赖总统上任以前，我们有金门事件嘛，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金门事件呢，就在金门形成了一个现实呢，就是呢，海警开始频繁的出入金门的禁制水域的边界。OK， 那黄色的一个部分呢，其实也是海警的一个部分，所以呢，我们可以得出呢2点，一点呢就是首先东部战区呢，解放军在红色区域里面演习，那海事局呢，也就是这个它多公布了2块，那我们就知道海警不但也会在这5个区域里面演习，还会在这2个黄色的区域里面演习。所以呢，其实这一次演习区域的公布上面，其实也是有增加这个执法单位的这个存在。那从去年开始，它其实就一直用执法单位在台湾周边有这个巡查和执法这样子，但是并没有登上台湾的船只，只有登过一次，是登金门的。那这次算是我们可以理解成扩大举办啦，增加执法单位的存在这样子。OK， 那这个是本次演习区域划设的一个亮点。那还有第2件事情呢，就是本次演习的这个区域呢，是史上呢就是对台演习里面区域面积最大的。第一个面积最大，第2个碰触到领海边界最多的一次。那7块操演区呢，总共有6块有碰触到台湾的领海的界限，这样中华民国领海的界限。那所以呢，这个也可以呼应这个我们海军司令唐华将军之前在接受外媒专访的时候，他有提到蟒蛇战略。那蟒蛇战略呢，就是像蟒蛇缠人一样嘛，它会越勒越紧。那从2022年8月裴洛西访台之后，从那次的演习之后，其实共军都有一个特性呢，就是他进了之后，他对台湾他进了之后，他就不退了。那本次呢，也是一次很好的证明。那也是呢，这次有6块区域碰触到领海的边界，并且呢，面积也变大，而且呢，这个是继2022年
8月的演习之后，再一次的这个第2度的睽违了3年之后第2度的实弹射击啊，在台海实弹射击。那我们如果对标2022年8月的话呢，2022年8月其实有射击远火射到海峡中线啊，海峡中线。那这次的远火呢是有扩大射击的，就在这个我们现在录制的时间是12月30号下午2点，那这个就在刚刚早上呢，这个远火呢对北部外海实弹射击，那这个中午的时候又对南部外海实弹射击。那我们这边呢也有这个地理定位，这个刚刚在摄影棚里面的定位出来的，那等等可以分享给大家。那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呢3个要点，就是关于我们先讲第一天，也就是29号，也就是我们录影的这个前一天，这个解放军呢主要有这个我个人主要地理定位了3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大家最关注的部队之一远火部队。那东部战区远火在2025年12月29号在闽东遂行这个演习。那第一天是没有实弹的，实弹是从第2天才开始，也就是从12月30号才开始。那会在这个晚上6点结束这样子。那首先可以分成2个地方哦，一个在平潭，一个在泉州。之前我们有讲过这个远火部队的编制和部署，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大家还记得在平潭的是什么单位吗？是这个72集团军火箭炮兵第1旅。那在泉州的是哪一个单位呢？是73集团军炮兵旅。OK， 那我们来详细看一下这个定位。我们先看平潭的好了。那平潭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新闻的画面。那新闻的画面呢，我们首先当然也是要找参照物，那参照物就在后面这3个电塔这样子，这边把它分为 A、B、C， 那这边也是 A、B、C 这样子。那我们用解放军地图来看呢，这个地方呢就在这里。我把地图放大。我们用解放军地图来看的话呢，这个地方就在平潭岛的，就是之前我们看过的那个营区，在平潭一个地方叫做田美，这个田埂的田，然后美丽的美这样子，它在平潭的这个地方。OK， 然后是这栋房子，这个车库啦，这不是房子 ，sorry。在这个车库，然后后面的3个电塔呢，这个我们刚刚图片里面所看到的后面这3个电塔，就在，因为它的视角是从这一边往这一边拍，然后呢，后面那个电塔呢就在这里，这三个电塔就在这边。OK， 那这个呢就是72集团军在这个本次演习里面，在第1天。这个的画面，然后呢，他从这个营区出来之后呢，他从这个营区出来了以后呢，他就经由这个沿海的道路，这条沿海的路呢，是在他从这边营区车库出来之后呢，他就沿海的路在这里，我们把它转个方向 ，OK， 然后。其实它的射击阵地都会在靠近海边的地方 ，OK， 它就从这边往海边开。好，这个是平潭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呢是这个泉州。泉州的话呢，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刚刚的这张大图。泉州的话，我们刚刚有讲到是73集团军炮兵旅。那总共有3张图片，一张呢是他从车库里面准备出发，一张是他在道路上面机动，一张是他进入阵地。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他从车库出发。那这个车库呢，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车库呢，就在我们泉州石狮市。大家可以注意一下这个画面上面。首先呢，它这个车库是个 L 型，然后后面有一个训练的装置，然后蛮薄的这样子。那这个是海军陆战队的营区，海军陆战队第4旅的新营区。那刚刚那个远火呢，就是它的车库就在这个地方，就在海军陆战队营区的东南侧。它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出来，然后呢，
经过这边有一条沿海的道路，经过在这个地方，其实有个小技巧，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如果你们是有在关注卫星图的人，就是泉州的这个路边的人行道是蓝色的，平潭呢是红色的，平潭是红色的，所以呢，其实我们看到蓝色，然后又看到蓝色的人行道，然后又看到远火啊，第一个反应就是这在泉州，这不是在平潭，因为基本上它远火部署最多的地方就是这两个地方。它经过这个道路之后呢，然后它就开到这个海滩上面，然后我把它转一个弯。这个海滩上面呢，主要是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图片。海滩上面也有两个参照物，那海滩上面的两个参照物，一个就是这个塔，有点像塔台的东西，然后这个就是刚刚那个训练装置。所以呢，它其实是一出来之后，就是在旁边就直接做一个预备射击的一个动作。那这个塔呢，就在这里。OK， 那刚刚那个训练装置呢，就在这里。所以呢，角度差不多是从这一边拍过去。OK， 好，这个是远火在第一天的这个部分。那再来呢，还有就是火箭军。这次火箭军的这个图片分析呢，这个我觉得应该要看懂是算是比较难一点，但是我尽量就是让大家可以做到，让大家可以看懂这样子。那这个营区呢，是东部战区在昨天发布的这个画面。那这个是一个火箭军的车库，那这个车库呢，其实非常的对我来说非常的眼熟这样子。那这个为什么会说很眼熟呢？是因为它在过往的演训都有出现过好几次。那我们就以2023年8月19号，它也出现过一次。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车库的门对应这个字都在同样一个地方，甚至这边有一根管子。这边有一根管子 ，OK， 这边有一个万无一失的这个标语。那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从更里面拍出去，就会长这个样子。那综合地理比对呢，它一样就是在2022年8月的时候，裴洛西来台湾，就是火箭军其中有一些东风15射击的地方，这样。这个是我们之前有讲过嘛，火箭军在这个东部战区的这个山区里面有很多小型营区嘛。这个是其中一个，而且它在对台演训里面第4度的亮相哦，第4度的亮相在车库里面拍摄的这样子。那这个是火箭军61基地613旅，那这个地方在宁德 ，OK， 就是火箭军的这种小型的营区。那火箭军参加对台演训是必然的事啦。那因为火箭军其实在这个台海战争如果发生的话，火箭军担负的责任呢，主要是打击我们的高价值的目标，诸如机场的或者是这个关键基础设施等等。那他为了要防止台湾源头打击，其实也在东部战区的山区里面建了很多这种小营区，对，所以呢才会有这张图片的出现。只是呢，刚刚这个比对的方式比较特别，就是我们是拿它过往的新闻报道来比对，这样间接的来比对，就是过往它有出现，然后过往的报道定位在这边，所以呢这一次里面都长得一模一样，所以呢它也是在这边这样子。然后再来呢，我们要讲到这个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话题，就是共军无人机拍摄台北市的这个，它从淡水河口外海拍进来这样子。那这个是淡江大桥，然后重阳桥，还看得到大巨蛋，还有这个信义区新盖好的竹笋 ，OK， 还有这个微风南山。那我们先不论这张图片的真假，我们先假设它是真的好了。我们宁可信其有嘛，我们先假设它是真的 ，OK。那我觉得目前可以回答各位的是，就是我有找到它拍摄的单位这样子。那我们先来看段影片，那这段影片呢，其实就是东部战区和中国军号他们有公布呢，就是
无人机拍摄的这个台湾的这个影片这样子。那我们可以看到开头的时候，它是一架 TB001这个双尾蝎无人机，那它从一个机库里面出来。OK， 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确定呢，我们要找到这个地方在哪里呢？虽然很黑，但大家不要觉得这不可能这样子。那我们的技巧呢，其实就是首先我们可以注意到，这个按照逻辑来说，飞机从机库里面出来，它都是从中轴线，就机库的正中央出来。尤其是双尾蝎，它的翼展非常大，它的翼展有20多米。那它一定是从中间出来，避免呢它的机翼有一些碰撞的一些状况。那我们把图画出来，就是长这个样子。我们先来看一下，就是我们把这个机库的地面的中线把它画出来，还有把它圈起来。然后我们可以算一下后面窗户的数量 ，A、B、C、D 总共有4个嘛。然后呢，这4个窗户呢，再配合这个中轴线，我们可以知道。这个从左边数来的第4个窗户，它是刚好在这个中轴线上面，机库的中轴线的上面。我们这边呢，再来对，所以呢，按照逻辑呢，因为它一定是从机库的正中央出来，所以呢，它的窗户数量，它的窗户势必呢是对称的。那既然呢，这个左边数来第4个窗户呢在正中央，所以呢，我们把它中间切一半，就是呢。如果把这个机库从中间切一半的话呢，左右两边各会有这个3.5个窗户这样子，所以呢，我们总共有7个窗户，所以我们大概这样分，就是 A、B、C、D、E、F、G， 把这个7个窗户这样编号。然后呢，其实全部东部战区装备无人机的单位的机库，只有这个单位火箭军61基地无人机团的机库符合。这个要件这样，所以呢，我们可以确认拍摄如果是真的，那拍摄台北市的这个无人机的单位就是火箭军61基地无人机团的 TB001无人机。OK， 然后它的驻地是在，我记得它的驻地是在这个靠近金华的一个，它的驻地在。浙江省金华市东阳市西宅村这边，它是从这边出发的，这样子，它的机场在这里 ，OK， 然后它就是从这个机库里面出发 ，OK。好，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来看一下这个30号的部分。那30号呢，因为时间非常的有限呢，30号目前我们只地理定位出这个远火实弹射击的这个对北部外海实弹射击的这个地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影片。那这个影片呢是东部战区在30号当日呢早上中午发布的 中午发布的。那里面呢就有讲到远火呢对台湾北部外海打实弹的画面。那这个画面呢就是它进入阵地之后发射的一个画面。那基本上呢，这个道路一看就知道是在平潭了。那后面这栋建筑物呢，在平潭上面搜索了所有的建筑物，就是检查每一栋大型建筑物之后呢，就可以找到，就是这栋建筑物是在平潭的这个潭南9路，在这个地方。OK， 我们把它放大，平潭在这个地方，台湾在这个地方。然后呢，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潭南9路，潭是祭坛的坛。然后这栋建筑物大家可以对一下，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呢？这个，我们把坐标也附在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这栋建筑物它的特征，就是2个方形的，并且它是呈现一个有点半T字，这个有点半梯形的一个形状，这样子。大概是这边上面是平的，然后呢，就是从视觉上从空中看下去，它应该要是长这样子一个有点像盖子的一个形状这样子。那也确实 OK。那所以它基本上发射车是停在这个位置，然后从
这边往这边拍摄。那地理定位呢，还是要重新强调一次，为什么地理定位会这么的重要呢？就是因为大部分人呢获取这个军事演习的资讯呢，都是从新闻媒体或者是文字报道来取得。那这样子呢，其实有非常多可以杜撰，甚至是假消息、资讯操弄的一个空间。那透过地理定位呢，我们就可以这个更加的明白，就是亲眼看到，就是说哦，原来他就是停在这个地方，哦，原来他就是停在那个地方，原来他就是走这一条路。那了解他们，更加了解这个共军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可以这个破除社会的一些恐慌。那我相信这个是非常有用的，这样子。好，那其实本次的这个军演呢，那国军也其实有监控啦，有发布非常多的监控的影像，而且国防部呢，明显记者会的资讯呢是比过往还要更多的。那我想这一部分呢也是非常呢这个值得我们共同来支持并且鼓励的这样子。那其实呢这次的这个军演呢，我相信政府其实也面临一个两难，就是这次的军演，我们刚刚有提到，第一个它的代号是新的嘛，然后第二个它是继2022年8月之后第二次在这个台湾周边就是有实弹射击的这个演习，尤其是远程火力的实弹射击。那今天的早上和中午，今天是30号嘛，早上和中午已经有打远火了这样子。那其实在昨天晚上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台湾政府应该当前其实也面临一个，应该在昨天晚上面临一个两难的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今天火箭军实弹射击打到台湾的东部外海，要不要发手机细胞简讯，或者是要不要发防空警报？那我个人是认为有可能会发手机简讯啦，那防空警报的几率应该不是很高这样子。那但是这也是依然是一个两难的情况，因为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如果发送细胞简讯，甚至是防空警报，势必会影响到这个台湾社会的这个民心，因为台湾人应该有就是应该有70-80年没有真的听过，就是真的敌人来了这个的防空警报这样子。还有我们也可以注意一点哦，就是本次除了火箭军如果有打实弹打到东部外海的话呢，可能会让人民直接感受到以外呢，还有这一次呢，就民航交通上面也是第一次，就是大家亲身有感受到这个中共军事威胁的一次。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刚刚讲到这7个区域，那其中的这块区域，其实就是切断台湾与这个马祖的联系。这块区域就是切断台湾与金门的联系。那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两者有什么不同？切断与金门的联系呢，主要是黄色的部分，也就是执法单位的部分。那切断马祖的联系，主要是红色，也就是军方来执行的部分。那这个原因呢，也是因为金门呢，其实它的5倍的程度，国军在金门的军事存在，它5倍的程度其实并没有马祖这么的高。马祖是相对金门，它的5倍程度是相对高非常多，尤其是东引。那所以呢，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29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华信航空还有立荣航空，它其实已经有取消了非常多就是金马的航班。那这个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第一次有这样子的影响到民航的一个部分，这样子。那也是本次演习里面值得关注的一个点。那其实呢，论到如果真的要说这个本次演习的，我们刚刚已经讲完这个军事的一个部分。那如果要讲到政治动机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还是我们可以看到文攻的部分。那文攻的部分主要是之前我们有讲过嘛，就是文攻的部分。人民日报有一篇文章，有一个笔名叫钟一平。那今天人民日报也发布钟一平。上一次的钟一平是在2025年的6月24号
今年的6月24号的时候，那睽违了近半年的时间，他又再发一次钟一评。那这次钟一评呢，就明确提到外部势力用大规模军售武装台湾，所以然后再加上这次的军演，大家如果有看的话，也是有看到这个东部战区的远火部队，他有说就是获取了海马斯的这个目标指示的这个，就是他模拟打击这个海马斯的火箭弹。就是其实这次的政治动机就是要回应这个美台军售，这个史上最大的这个大规模军售，那是这次演习的主要的政治动机。那当然，它同时也是第一次有实在影响到这个人民生活的一次军演。那但是就这个长时间来看呢，这个就整体来看，其实两岸要发生这个军事冲突，就是全面性的军事冲突，几率还是低。但是随着这个解放军蟒蛇战略，它不断的逼近，然后呢不断的扩大演习范围，其实呢，这个两岸非意图性的冲突，虽然说不会爆发立即性的这个军事冲突，但是非意图性的军事冲突的几率是一直在增加的。因为呢，当双方越来越近的时候，其实会衍生出非常多的变因，尤其是这个双方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就是它接近我们势必要做出反应。那这个其实是会比较麻烦的一个状况，所以我们要关注的呢，其实应该要是两岸非意图性冲突的这个风险的控管这样子。那当然呢，也要谢谢国军，就是日夜的守护家园。那这个让我们有这个安宁的生活。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新闻是表象，我们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2位来宾，其中一位呢是台湾国防研究倡议的共同创办人广正。约瑟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我们关键舆情的小编洪林。约瑟好，大家好。最近呢，在中共的大外宣电影里面呢，这个有一部叫《澎湖海战》的电影。那这部电影呢，它在最后片尾呢有讲到这个收复台湾呢势不可挡。福建800里加急，台海不宁，千言碎语，海逆屡屡袭扰。十郎听令，朕命你统领周师，进取澎湖，攻下台湾。你要替朕还天下一个圆满。臣领旨。2027年中共到底会不会攻台？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们呢并不知道，因为呢，其实中共目前呢对台的方针还是以和平统一呢为主轴。那但是呢，他们并没有承诺这个放弃使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边写到 KTT 的科普兵推，那这个兵推呢，它也是由广正呢他一手呢所设计和制作，透过这个兵推呢来告诉大家，就是台海若是发生战事呢，它会如何进行。如果今天解放军攻台的话，如何判断解放军的第一击？当然，就是共军如何攻台，其实有非常多的说法。一种主要被讨论的方式呢，是我们先看到下面这一个，就是海空的态势图，西太平洋的态势图。大概是在2022年8月，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来台湾之后呢，就是共军开始对台湾进行了多次的大型的环台军事行动或是军事演习。那我们目前兵推许多时候都是以今年4月1号、4月2号的海峡雷霆2025A 为一个基本的样本。当今天共军决定要武力犯台的时候，他会先宣布在台湾周边进行这个环台的军事演习，或是联合的军事演练。他会把这个海空兵力呢贴近台海，国军的海军呢会疏泊到这个东部外海。其实，在前几年的演习里面，航母战斗群呢带着这个预警机呢和战机前推到西太平洋，然后呢包含在这个巴士海峡，包含在台湾北部外海。这个多方的逼近这个台湾的水域，然后再来呢就是空中力量的一个部分。空中力量的话呢，就是在裴洛西
那来台湾之后，2022年8月之后，其实呢，海峡中线呢，这个解放军就不再默认，如同过往的战备巡航一样，它也会这个越过中线，然后呢贴近台湾的海空域，包含贴近我们的这个24海里啊，甚至是越过24海里。那这个差不多就是战争前期的一个状况。当他今天把海空兵力放到这个相关他要占据的位置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军大概也透过这个相关的军事科技情报还有人员情报，可以掌握说共军准备要犯台，那就是共军跟美军这边的兵力态势全部都会部署出来。这个时候基本上共军已经就是把台湾周边的海空域都已经占据，那我们的海军还有我们的这个陆军跟空军单位也是进到这个备战状态。基本上战事会分成主要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就是海空的交战。那许多军事专家会认为是说，今天共军要真的进到第2阶段陆战，它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会是共军可以掌握台湾周边的制空权还有制海权，那它的陆军单位就会进到登岛作战的环节。在就是发现说共军可能有攻台企图的时候，后备单位开始就会出现在就是各个重要的要地，就要准备就是进行加强防守的准备。在红色海滩的周边，还有我们这个重要的城市区域或是交通要道，都会有这个后备旅的召集。最基础呢，当然就是我们这个防空避难处所就会开始就是开放，然后开始进行相关的准备，然后这个医疗急救站也会开始就是准备进行开设，来应对就是接下来可能战事发生的时候可能会出现的一些紧急状况。基础设施也会有所谓的这个特种防护团，也会进行相关的准备，因为在我们过去的这个中共对台军事行动或是军事演练的过程当中，就会发现说，他们似乎是有对于我们的这个重要基础设施攻击的这些企图。在这个战时的时候，可能这个商业活动或是这个相关的物资会比较缺乏，那我们的政府呢也会就是有这个相关的准备，那就是民生必需品的配售站。共军方面呢，他同时也会做第5纵队的渗透工作。那这个有一句话说得好，就是呢，解放军从不打没有内应的战争。第5纵队呢，破坏了我们的重要基础设施，比如说电台啊等等。那这些呢，也是共军会做的准备。那攻台的准备就是渗透的工作。就我们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先生就有多次的强调说，这个共军的由研转战的迹象越来越难去判断。那因为就是共军在台湾周边的可能就是军事训练或是演习的规模还有复杂度，越来越难以去判断说这个到底是一个平时的小规模的活动，还是大型准备攻台的前兆。解放军呢对台发动第1击呢，首先呢他必须要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必须要夺取制海制空权。共军呢会透过一场军演，一方面阻断台湾的海上重要交通线，然后呢透过封锁或是隔离的方式，让台湾的包含这个民生物资啊，然后还有这个战备物资无法进来台湾。另一方面呢，我们也要回到上面的这张图，在远程火力投射的一个部分，就是解放军呢其实从裴洛西来台湾之后，他历次的围台演习里面呢都有飞弹旅，然后再来是远火旅。解放军呢对台湾的远程火力投射呢，它其实会是一个复合式的，就是火箭军加上陆军远火旅的一个综合的火力投射这样子。火箭军呢，它主要会针对重要目标，比如说呢，衡山指挥所。那衡山指挥所就差不多是在台北剑南山的山底下的，或者是空军作战指挥部在这个公馆蟾蜍山的底下。它主要会针对这些重要的设施，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针对台湾的机场。针对台湾的这个空军基地，中华民国空军的空军基地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在嘉山和志航，因为嘉山和志航有这个加固的机堡，尤其是嘉山，就是我们战力保存的重要地点。那火箭军对这些重要的军事目标呢，做一个攻击。那再来呢，远程火箭炮呢，主要是负责关键的基础设施。例如呢，在今年4月的时候，它就有在浙江东部沿海呢，就是有模拟攻击我们的永安液化天然气接收站。那当然，它在登陆阶段的时候，它对滩头也可以做一个火力的压制。台湾是一座刺猬岛，我们的防空能力很强，会完全挡不住解放军的火炮攻击吗？台湾的防空飞弹的
密度呢，其实是全世界第2高的。其实总统呢，在今年的国庆演说有提出这个 T 动，就是整合台湾当前的这个防空飞弹，让它可以协同作战，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防政策。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以色列的例子，以色列拦截伊朗飞弹的例子，其实它在最后都是选择性的拦截。什么叫选择性的拦截呢？就是伊朗飞弹的这个饱和攻击嘛，防空飞弹消耗非常快，到最后呢，它都只能够选择性的拦截，就是到最后都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状况。我认为是必然的啦，就是选择性的拦截，就是只拦截瞄准重要设施的飞弹。当今天共军有办法一定程度的瘫痪或是歼灭中华民国海军之后呢，那它也会同步的针对我们的这个重要的军事海空的基础设施，还有这个关键基础设施进行打击，然后准备进行下一个阶段的登岛的作战行动。那前面这段时间，这个海空战的时间到底会持续多久呢？相信是至少会有可能2到3天的时间进行这一段的打击，然后来确保说共军可以获得足够的这个海空优势，甚至是直接拿下台湾周边的制空权还有制海权。2栖登陆的那一天呢，我们先称为 T Day。登陆作战其实是战争所有形态里面呢最复杂的一种。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图上面红色虚线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红色海滩。之前统整出来是14个，数量并不少，但是呢，它都非常的狭窄，难以让大部队呢展开。那2栖登陆会采取什么方式来进行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就是有传统的2栖登陆和这个非传统的登陆方式。传统的方式呢，不外乎呢2栖攻击舰，它可以搭载2栖合成旅，看这个陆航部队。它呢就可以在我们的红色海滩，它可以进行一个登陆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们主要防守滩岸的呢是我们的后备部队。OK， 我们先假设后备部队被往后推。OK， 那这个是就是登陆传统登陆方式它会长这个样子。另外还有非传统的方式呢，当然就是特种驳船。特种驳船的话呢，可以在非红色海滩地方登陆的一个船只，它可以搭载无法泛水的单位。有点像搭一个桥的概念，这个就是比较非传统的方式。那这个也是其实解放军近年一直在企图突破这个传统登陆的限制所做出的改变，但是真正实战效果如何，其实还需要时间来验证。那这个是解放军呢会采取的登陆方式。当然，在这个登陆的过程里面呢，远程火力打击还是继续 OK， 因为我们也是会修跑道的，然后呢，我们也是会修基础设施的，还有我们滩岸也是有防御的，所以呢。远程火箭炮和这个火箭军飞弹旅的这个打击，还是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它会一直持续。当今天共军建立滩头堡，然后就是登陆部队确定的阵地之后呢，他们就会尝试夺占我们在沿海的港口跟机场，可以再开放更多的部队登陆到台湾上面。那比方说这个，假设共军从嘉义跟云林的，就是沿海透过这个特种登陆驳船登陆的话。那他可能接下来就往南尝试着去抢占这个布袋港。那在台南喜树海滩登陆的共军也会尝试去夺占这个安平港，然后透过开放港口呢，然后开始就是投送大规模的部队。联勤保障部队、信息支援部队、信息支援部队，它主管的是通信。通信在现代战争中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联勤保障部队主要负责的呢是弹药和油料。普罗大众在讨论到这个解放军攻台的这个议题的时候呢，其实比较少讨论到的是后勤。在解放军研究上面呢，后勤单位就是联勤保障部队呢、信息支援部队呢等等，它的编制呢是非常少被讨论到和被整理的，但是他们非常的重要，会是这个登陆作战一个后勤保障的一个关键。我们可以看到说，台湾虽然有非常多的红色海滩，然后也会有非常多的港口可以作为就是共军占领之后，或是共军就是投送部队使用。国军这边当然会做有相关的反制，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说台湾购买的这个火山布雷系统，那确实就是用在这个红色海滩。就是共军可能会这个遂行2栖登陆的地形，然后我们进行破坏来阻绝共军使用这些海滩登陆的可能性。那如果我们的港口非常不幸的被这个共军夺占的话，国军也有可能会就是先发制人，先对这个我们的一些交通基础设施进行瘫痪，来避免被共军所使用。虽然说共军它的这个军事的数量
还有这个军事科技似乎是非常强的，但重点是它的后勤跟它的这个资通讯也必须要随着大部队一起上岸，上到台湾，它才有办法进行这个后续推展的作战行动。下一个问题是说，这个共军到底它这个联合作战能力到底行不行？共军基本上在2020年的时候呢，重新的更新它的这个训练的规划，它基本上会分成3个阶段：基础训练，然后合成训练到联合训练，这个3个阶段都做完整之后呢，它才有可能就是遂行这个完整的对台联合作战。大家一直在讨论这个2027年，那我们知道说共军确实是在往这个方向做准备，然后他们也从基础训练，然后进阶到合成训练，然后现在正在往联合训练的这个方向前进。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民众会认为说，台湾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岛屿。解放军想要进行一个登陆作战是相对比较困难的，国军可能会采取怎么样的反制手段？近年的国防建设呢，其实有主要的2个成果。第一个就是广正刚刚所讲到的火山布雷系统。我们刚刚有讲到，台湾的红色海滩其实非常的多，但是呢都非常的狭窄，难以让大部队展开。那火山布雷系统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发挥重要的作用，就是把原本已经非常狭窄的海滩变得更为狭窄，让原本呢这个部队可以通行的空间呢变得不可通行。那这个就是火山布雷系统的价值。另外一个呢就是海锋中队，早期都是以固定阵地为主，机动中队原本只有1个，近年呢准备要扩编，大量扩编到10几个。那机动中队就是它不是固定阵地的，就是呢透过机动的方式提高我们反舰飞弹的生存性，进而呢让解放军的无人机啊、空军也好，就难以发现它，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呢，可以争取解放军登陆船团的这个反击。那这个就是海锋中队还有火山布雷存在的意义，那这个也是重要的国防建设成果。源头打击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的海马斯，还有我们的这个云峰飞弹，还有熊21，它可以源头打击。技术方面呢，其实对国军而言呢是可行的，但是到底会不会使用源头打击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没办法回答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属于政治问题的。国军的想定大部分的前提是建立在拖延时间，是这样吗？今年的这个国防相关的准备开始强调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纵深防御。它的逻辑就是说，像刚才说的，有可能是以拖代变，或是进行多层次的拖延。那它的目的是要在这个共军推进的情况下，增加他们推进的这个时间跟困难性，然后开始消耗他们的兵力，也希望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让他们军事的这个动能减少，然后到最后困在他们可能上岸的这个滩头，或者是没办法扩展太多的这个占领区。那也就是说，希望借由这个可能的情况，包含就是嚇阻共军实际犯台的这个决定，或甚至到他这个实际攻台的时候，这个成本过高，然后被迫就是提前终止对台行动，或甚至就是主动的跟台湾进行谈判。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今年的汉光演习有出现一个算是特别的状况。今年的这个后备206旅啊，就是有进行了这个全力动员。原本206旅它基本上它部署位置是会比较接近这个红色海滩的位置，就是滩岸守备旅。但是我们发现说，今年这个汉光演习，它开始就是往这个桃园市区，尤其是甚至是到这个桃园车站、火车站周边进行集结。也就是说，跟原本的这个就是守滩岸的逻辑，变成是这个可能要进行城镇作战、这个纵深防御的准备。那我想特别讲一下外岛的一个部分。外岛呢，到底在台海战争的时候，它到底还重不重要？就是金马啦，外岛就是指金马，澎湖并不算。我个人呢会比较认为，金马呢已经不是台湾的这个防卫上面的战略要域了啦。战争的时候也很难把兵力投送到金马。当然，金马上面也是会有很多非常有价值的装备和部队，比如说金门的雷达站，它可以帮我们提供一个资讯传递，还有早期预警。再来呢，还有这个马祖其实最有价值的是东引。那这个东引上面呢有这个海锋，然后也会有这个防空飞弹。所以呢，外岛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战略要域，但是它在这个帮我们争取时间上面，还有帮我们提供早期预警上面，其实它还是有一定就是牵制的一个作用。所以呢，我个人会比较认为外岛的话呢，共军会采取一个比较，如果它要攻击的话，拔除这个重要设施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它并不会登陆外岛。
我不认为他会再花费兵力登陆外岛。比较有意思的呢是，他在先前去年的一个央视的纪录片呢，他那个时候是弄出一个无人机的这个光电镜头，瞄准了一个目标，然后做模拟攻击的一个动作。他瞄准的那个地方呢是马祖的青帆港。就是他其实有拿过我们的金马来做这个无人机攻击的这个演训，所以呢，或许他会采取比较就是使用无人机的方式。那他的这个火箭军还有这个远火部队呢，就会比较还是针对本岛和澎湖。以现代战争来讲的话，我们澎湖重要性为何？澎湖和金马呢，战略上面重要性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澎湖的重要性呢，就在于呢，陆航部队直升机呢，如果呢要直接从这个中国沿海呢，直接飞抵台湾的话呢，目前距离台湾台澎本土最近的解放军的陆航的场站是在漳州。它即便是从这个最近的陆航场站呢飞来本岛，这个油耗也非常的惊人，它可能只能单程票，因为它还中途可能还要机动啊，规避这个地面的攻击啊等等，所以其实澎湖的地位在这个时候就显得非常重要。解放军如果占领澎湖啊，它可以当作陆航部队的前进基地来使用。那这样的话，解放军要72小时夺岛是一种幻觉吗？其实坦白讲啊，两岸军队已经有70多年没有打过仗了。那真的台海发生战争呢，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其实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讲。尤其是台海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战场，它是以海空为主。海空战场呢，其实它的变数呢，它的变因是比乌克兰还要多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呢？很难说啦，我只能说很难讲。但是我个人认为72小时还是太快了。虽然说它使用特种驳船，企图突破传统地形的限制，但是呢，传统登陆还是非常重要，我必须要这样讲。传统登陆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潮汐的问题、天然环境的问题，包含它可能必须要计算最佳登陆日时啊，等等等等。所以我认为72小时还是非常困难啦，但是我认为就是海空制海权和制空权的争夺，72小时以内是比较合理的啦。不管是2027、2035，可能台湾大选之前，或者是解放军建军100年，那最有可能的攻击时间点会在什么时候？这个解放军攻不攻台的问题，还是要看太平洋大两岸影响小两岸的进展到什么程度这样子。因为到底会不会打台湾，这并不是一个军事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的问题。那政治的问题呢，就要看这个中美两国的互动和关系是如何发展的。台湾能够做的呢，就是积极备战，目的呢，并不是要挑起战争或是要挑衅，目的呢是要拉高，就是广正刚刚有讲到，拉高战争的成本，它犯台的成本。那当我们做好准备的时候呢，它考虑的因素就会变得比较多。那这个就是台湾备战的意义。那如果今天解放军想要进行一个登陆作战，解放军会在哪个月份去做登陆，会是最有可能的？大家记得国光计划吗？就是我们反攻大陆的一个计划，关于气候的评估。这个文件呢，它就有提到4到6月是相对适合两栖作战，其他时间不外乎呢就是潮汐的问题啊，还有气候的天候啊、洋流啊等等的问题。假如说今天2位掌握了全台湾所有的国防预算，而且并且这个支票是无上限的，那2位会怎么样去强化台湾的作战能力？台湾现在其实实际上就是还是有我们的传统战力跟我们正在加强的不对称作战的实力。那这个传统战力部分，我个人的观察点会是说，海军的部分。虽然说我们现在海军的焦点好像都放在这个潜舰国造海鲲舰的建造上面，但我觉得另外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然后也值得有更多这个国防预算的是我们的水面舰战力的整备。那大家知道说，我们现在目前的驱逐舰跟巡防舰，其实就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的这些相关的装备。那我们其实是缺乏，不管是相位阵列雷达，然后或是到现在正在进行当中，或是正在更新当中的这个垂直发射系统。那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海军舰队在战时的时候要输泊或者是保存战力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甚至到后面我们要怎么去突破解放军的这个军事封锁。然后在战时的时候甚至有办法护航，从外国获得的物资或是新的装备，其实这个海军舰队的这个不管是防空能力或是舰队的征收能力，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传统战力部分，我会觉得是这个水面舰应该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下一个呢是在这个不对称战力的话，
我个人观点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的无人机必须要是弹药化，不能是当成是装备。那大家从俄乌战争的这个发展，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无人机基本上你放出去之后，你就不应该期待它有办法再收回来。所以你会需要有非常大量的这个无人机，就是可以消耗的无人机，你才有办法就是持续在这个现代战场上面有办法就是进行作战。第一个就是增强这个通信能力，来增进我们的联合作战。通信工作在联合作战上面呢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要连得起来，它通信就必须要 OK。首先呢，这个其实目前政府就已经有在进行了，包含这个梯洞的防空飞弹的整合啊，梯洞就是要把不同的种类的防空飞弹的系统整合在一起，让它能够有效率的遂行作战这样子。然后包含这个空军采购这个新的这个 Link 系统啊，然后让空军战机之间可以更好的协同作战。我们就举这个印巴空战的这个例子好了，就是联合作战到底对我们在遂行作战上面有什么帮助呢？有联合和没有联合的差距，歼十竟然的击落了标风战机。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歼十呢它有预警机，那同样是中国制造的，同样作战系统的预警机和它协同，所以它可以做到 A 射 B 导这样子。那印度方面呢，它预警机是俄制的这个安50。标风呢是无法和这个它的这个预警机协同作战的，所以呢，印巴空战其实就很好的验证了一件事情，就是联合作战的能力可以弥补单一装备的差距。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强后备部队。我们的后备部队呢，如同我们刚刚所演示的，它主要就放在滩头，所以它又叫滩岸守备旅。以色列的后备部队和台湾的后备部队呢，差在什么地方呢？台湾的后备部队都是以传统步兵旅为主，那以色列后备部队呢，动员出来的有装甲旅，有机步旅。这差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的后备部队呢，它只有轻武器，它甚至是连反甲武器，就是可以摧毁装甲车的这个武器，它其实都是相对比较有限的。其实后备部队呢，在网络上面常常看到一些人，就是说后备部队呢，就是说用来填线的，这样叫它这个填线宝宝这样子。所以呢，我认为加强后备部队是非常重要的，不外乎加强它的装备，加强它的机动能力，加强它的训练。我们的后备部队其实它的训练方面今年已经进步非常多的，这部分其实国防部一直都有在进行，所以不外乎就是两个，就是加强通信以增进联合作战，另外一个呢就是加强后备部队的装备和训练。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之后呢也会不定期的用这个 KTT 科普兵推呢，这个不定期的这个举办公开的这个兵推活动。那希望大家多多关注这样。那谢谢大家。新闻是表象，我们带你看见真相。欢迎收看关键台海，我是温约瑟。今天看一下这个新闻吧。雄风2型反舰飞弹发射后，精准打击视距外目标。这一款国军捍卫台湾的关键武器，机敏资料却被海风大队自家汰除的士兵泄露给中共女特工。检方侦办发现，这位女特工是中共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山西省总队通信站的情报人员，以楚婷当作化名，更自称是某时报的驻香港记者。2023年，透过交友网站认识了因为赌博遭到汰除的海风大队林姓上兵。双方从未见面，仅透过聊天就决定交往。林姓上兵更当起中间人，联络人在海丰服役的蔡姓士兵，和对方说：“你缺钱，可提供军中资料，可以赚钱。”蔡姓士兵尝到甜头之后，再拿手机翻拍雄2飞弹发射车上的放列阵地操演教范全册以及飞弹车操作手册等。楚婷也觉得很有军事情报价值，汇了3万块当作酬金。OK， 就是一个共谍案。那大家都知道海风大队是做什么的吗？海风大队其实是这个国军当前一个很重要的单位，那它是海军呢少数就是不用上船的单位这样子。那海风大队其实它就是陆基型的反舰飞弹，然后它用这个机动或者是固定阵地的方式呢，这个对海上来发射这样。目前呢，中华民国海军呢重要的单位之一，在我们舰艇啊都比较构型年代都这个相对于解放军的海军的新锐舰艇都处于一个落后状况的情形之下呢，海风大队就显得很重要。所以海风大队其实近年就也有扩编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这件事情才会这么的严重。OK， 那台湾有海风大队，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解放军有没有类似的单位呢？有，
那今天我们就要介绍这个解放军的海锋大队这样子。那台湾是叫海锋大队啦，就是陆基的反舰飞弹。那解放军它会有一个名词叫做岸岛部队。我们今天想要让大家认识一下，就是岸岛部队，它其实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有许多的固定阵地，还有发射阵位。我们今天就要来看到一篇央视的报道，然后来带大家来看一下它的发射阵位会长什么情况。那这一篇就是报道岸岛部队，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内衣是穿着这个卫生衣是穿着海军蓝的，它是海军这样子。OK， 这就是反舰飞弹，后面有挂一层伪装网，啊，进入阵地。OK， 这个地方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篇新闻报道，其实它经过剪辑了啦，它其实是把很多不同的地方把它剪在一起。那这个地方我实在是非常有印象，这个地方我实在看过太多次，这地方就在这里。首先大家可以注意一下，我们上次有讲到火炮的嘛，就是军事符号嘛。岸岛部队同样也有，它就长这个样子，这边写一个 ASM， 然后一个飞弹的符号。刚刚我们影片看到的这个地方呢，它就在这里拍的。这个地方实在是一个很老的一个发射阵地的，它在10年前就出现过了。它的照片比较清楚的，就是现场比较清楚的照片是长这个样子，对，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哦，它的发射阵地其实都在海岸边，然后具有一些特征，包含呢，它会有这种一格一格的发射阵位，并且基本上都是以4个为单位。为什么是以4个呢为单位呢？因为发射的这个最小单位会以4辆发射车为单位，那它都要拉这个线。大家知道这个线是干嘛的吗？就是这个线就是有线通信，就是我们知道军队的通信有分2个，一个是有线电，一个是无线电，这个就属于有线电，就是有线通信。那解放军还有一个专有的名词，就是这种有线的通信，他们又叫通信接力。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大家看到这个是圆弧状的，并且至少3个。其实央视在近期呢，它很多影片都是故意这种就是摄影机视角是非常低的这样子，不要拍到太多参照物。但是我们还是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地方其实就在我们回到刚刚的后面有建筑物的这个地方，其实就在它离台湾比较近，在这里。我们来对照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还是要证明一下它就在这边。首先，这个房子中间比较高，并且呢，这个长方形，大家注意到这边，它并没有一直延伸到这边，所以它是一个长条形的建筑物，中间凸起来一个长方形，就是这一栋。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就是4辆发射车盖着伪装网停在这边，它在一个工厂的旁边，这边是工业区。它在一个工业区的旁边，解放军近年其实很喜欢用工业区，不知道为什么。OK， 那它也是以4辆发射车为一个发射单位，这跟国军其实有一点异曲同工之妙，因为国军的火炮也是以4门炮为单位，但是解放军的火炮又是以3的倍数为单位，就是要么就是3门，要么就6门，要么就9门。但是解放军的发射车跟国军一样，都是以4台为单位，这蛮特别的。有研究编制的朋友可以在留言区说明一下是为什么。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它后面这个工厂？1、2、3、4，它是一个3角形的棚顶，并且棚顶上面有一个建筑物，都有一个这个凸起来的，并且呢，它是从车子的后面跑到车子的前面，那车子是对着海的，这个海在这个方向，所以呢，它这个拍摄的视角呢是这样子，它是从这一边 maybe 从这里往这里拍的，上面那个三角状的屋顶呢，上面凸起来的就是这几类，就是在每一个这种三角形的棚顶上面都有一个凸起来的，并且只有4个。那这个和影片里面就是只有4个呢，这个是符合的。这个就是带大家就是认识一下解放军岸岛部队的阵地，在沿海的阵地有非常多，那基本上都会长这个样子。它都是会在一些可能旁边就是民宅啊、工厂啊之类的。跟我们刚刚看到的，虽然它是正方体，就是刚刚我们看到的上一个阵地呢，基本上都是4个一组，只是说一个是圆弧状，一个是矩形的这样子，但是这个就是它阵地的特征。大家如果呢
在中国东南沿海看到这种东西呢，基本上有可能就是它的岸岛部队的发射阵地。我们再给大家看几个好了。之前在这个对台演习期间，我记得也有用，这个就离台湾很远很远了。这个在江苏南通的东北边，在这个甜水港这边，这个比较特别，1、2、3、4、5，这是5个。这边有个风力发电哦，这边有个风力发电，那它的阵地就在这旁边。他曾经在对台演习呢有使用过，这位是我的朋友 ，OK， 他把它定位出来，他在央视的新闻里面就是长这个样子，就是他的岸岛部队呢发射车呢进驻这个阵地。基本上呢这一条道路就是这一条，这个风力发电机，这个风机就在这里，旁边还有一个河在这里。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再次证明了，就是解放军岸岛部队的阵地特征这样子，就是他可能发射的时候，就是真正作战的时候，发射并不会在这种地方，但是他训练的时候会使用这些阵地做训练。那我们介绍一下好了，就是台海当面东部战区嘛，那东部战区呢，这种岸岛部队呢的规模有3个团，那一个团在宁波，一个团在福州，一个团在汕头。那它依照顺序就是呢，岸岛1团、岸岛2团、岸岛3团，就是它在台海当面有3个团。它主要的作用呢，其实是我个人认为是台湾海峡，就台海当面，就是中国近海乃至台湾海峡的制海工作，就是帮海军分摊。因为台湾海峡呢，其实非常的窄。以这个现代海上作战来说，其实非常的窄。那如果台海一旦发生战争的话呢，台湾海峡几乎会是清空的状态。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中小型的船舰，就是军用舰艇的活动。那这个时候呢，在台海当面呢，就是在近海的这个攻击上面呢，那解放军他就会把这个工作交给岸岛部队来进行。那其实台湾这边也是一样的，只是解放军的岸岛部队规模其实也非常的大。就是两岸其实，在岸岛部队近期呢，其实它都有一个扩编的一个现象，尤其在这个宁波的岸岛部队，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营区好了。带大家来看一下，那宁波的岸岛部队呢，这边驻扎的是岸岛3团，就是东部战区海军岸岛3团，它的代号是92706这样子。那它就在宁波的这个牛二港的这个港口边。其实它近期是有，就是它在几年前有把营区扩建一遍。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对比。如果我们查国军的新闻，知道海锋大队近期从蔡政府以来，国防政策就是发展。就是在这方面是有扩编的现象。那解放军呢，它也有扩编营区的现象，就同样性质的单位，它其实也有扩建营区这样子。我们可以来比对一下它营区前后的一些差别。它现在是长这个样子哦，你们知道它几年前长什么样子吗？在2021年的时候呢，其实它那个时候还非常的小，后来到2021年开始扩建，开始盖，然后一直盖到2023年，差不多在24年的时候盖好。那它有一个扩建的一个现象，营区现场照片就是长这样子。所以呢，其实两岸在近海的防卫上面呢，岸岛部队或者是说海锋大队，他们同样性质，他们都占有一个重要的作用，并且呢，这个对岸呢和我们都是一样，把这个岸岛部队主要是使用在台海当面，就是比较近海的，尤其是台湾海峡的这个制海作战上面。那这个是我觉得两岸同有相似处。那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介绍一下解放军岸岛部队的阵地的视觉特征。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耀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